一个父亲死在路上，杀他的人就是负责保护他的士兵。凶手逃往淮南，现存史料没有留下曹操追捕他的记录，但死者的儿子集结主力，前后2次攻入徐州。大军没有去找凶手，大军攻向了城镇和平民，所到之处，城镇被逐座屠灭，泗水被尸体堵到断流。一场复仇为什么打成了这个样子？曹操的父亲曹嵩做过太尉，这个太尉是花钱买来的。灵帝末年的卖官体系中，曹嵩通过捐资取得了位列3公之一的职位。但不管位子怎么来的，太尉的衔头确实让他积累了大量政治关系和财富。董卓之乱后，曹嵩没有留在朝堂，也没有跟随儿子起兵，他带着家眷、妾室、仆从以及多年积攒的大量家产，辗转避居到了徐州琅琊郡，那里远离中原战火，暂时还算安全。初平4年，局面变了。曹操在兖州迫使30余万黄巾士兵投降，连同随行男女，总人口超过100万。他从降卒中挑选精锐，组成青州兵，并被推举为兖州牧。他终于有了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地盘。有了地盘，下一步是把父亲接到身边。曹嵩从琅琊启程，车队向西出发，穿越泰山郡，目标兖州。这支队伍排出去很长，辎重超过100辆大车，车上装满金银、衣帛和器物，加上妾室、仆从和家中子弟，在乱世的道路上拉成一条缓慢而醒目的长龙，到处是散兵、流民和不受管控的武装。100多车财物在这样的路上公开移动，本身就是在邀请危险。车队要穿过徐州地界。徐州牧陶谦收到消息，陶谦已经60多岁，与曹操此前因为边界冲突关系紧张，但他做了一个主动示好的决定，派部将张凯率数百士兵前去护送曹嵩一行平安通过徐州。意思很明确，你父亲经过我的地盘，我派人保护。与曹操交恶没有好处，至少不在西面多一个敌人。张凯带兵出发，接上了车队。他看见了那100多辆大车，看见了车上的东西。吴书记载，陶谦派都尉张凯率200骑护送曹嵩，车队行至泰山郡华县、费县之间，张凯突然动手杀死曹嵩，夺走财物，随后逃往淮南。100多辆大车上的辎重被劫走，曹嵩一家死在由徐州进入兖州的路上。陶谦安排的善意在张凯手上变成了一笔血债。曹操接到父亲全家遇害的消息，在东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伦理体系赋予血亲复仇极高的正当性。一个不为父报仇的人，在官场和世人圈中几乎无法立足。曹操有一切理由愤怒，也有一切理由出兵。演义写他悲愤之下说出那句话：“吾今西起大军，喜荡徐州，方雪我恨。”不是说捉拿凶手，不是说讨伐张凯，是喜荡徐州。但他出兵的方向不是凶手逃亡的方向。张凯杀人后已经逃往淮南，但现存史料没有留下曹操追捕张凯的记录。曹操发动的却是针对陶谦和徐州的全面战争。初平4年秋天，他集结兖州全部可用主力，直扑正南方的徐州。目标不是张凯，是陶谦，是整个徐州。公开理由说得通，张凯是陶谦的部将，曹嵩死在陶谦安排的护送途中。陶谦身为徐州最高长官，无论是主谋还是失察，都难辞其咎。兖州精锐几乎倾巢而出，夏侯惇、于禁、典韦随军南征，大军越过州界进入徐州。陶谦派部将曹豹率兵在彭城迎战，结果是一边倒。陶谦的地方兵力和曹操手下经历过黄巾大战的精锐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彭城之战，徐州军大败，曹豹带残兵退走。曹操一路推进，连下10余座城。陶谦收拢残部，退入治所坛城，紧闭城门，不敢再出。一个60多岁的老人退入自己最后的城墙后面。城外的徐州正在沦陷。先记住一个方向问题：凶手在淮南，大军在徐州。这场战争从第一天起，方向就不是追凶。坛城没有被攻破，城墙厚实。陶谦虽然野战大败，但残余兵力守城仍然够用，守城比野战容易得多。曹操的后勤线从兖州一路拉到徐州腹地，越来越长，强攻消耗太大，坛城不克，曹操决定回军，但他没有安静地走。回军途中，大军经过的城镇曲律、居陵、夏丘逐座被屠。这些城镇不是有组织抵抗的军事据点，留在其中的主要是普通百姓，来不及逃走的农夫、匠人、老人和孩子。陶谦的正规军早已缩进坛城，外围几乎没有像样的守军。《后汉书·陶谦传》记载，过拔曲律、居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亦尽，须亦无复行人。数十万人被杀，不分男女，连鸡犬都没有留下。城镇变成废墟，道路上看不见一个活着的人。裴松之著所引材料记录了另一个画面：
大量尸体被推入泗水，堆积到阻断水流。泗水是徐州的主要河流之一，一条大河被尸体堵到断流，需要的不是几百具尸体。这些人与曹嵩之死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大概率连曹嵩是谁都不知道。一个为父报仇的人，把刀砍在了数十万从未听说过他父亲名字的人身上。凶手仍在淮南，陶谦仍在郯城。曹操带着屠过的空城和一条断流的河退回了兖州，这是第一次，他还会再来。兴平元年夏天，曹操第2次攻入徐州。出发前，他留荀彧、程昱守鄄城，稳住兖州后方，然后率主力再次南下。徐州也在准备。第一次遭到屠杀后，陶谦向各方求援，青州刺史田凯决定出兵南下，一同赶来的还有一个人，平原相刘备。刘备此时几乎什么都没有，没有地盘，没有粮仓，兵力不过数千，但他带着关羽、张飞到了徐州。陶谦拨4000担洋兵给他指挥，让他屯驻小沛。陶谦还做了一件事，他提出把整个徐州让给刘备。一个守了徐州多年的老人，在大军再次逼近时，对一个只带了几千人来援的人说：“你来做徐州牧。”刘备没有接受，但这个举动说明了一件事：陶谦已经不相信自己还能撑住。曹操这一次推进得更深，大军拔掉5座城，一路向东，打到了东海郡。回军经过郯城时，陶谦部将曹豹和刘备在城东试图拦截，曹操击破了他们，随后攻下相奔。武帝纪记载：所过多所残戮。第2次进攻的手段和第1次没有区别。曹操把兖州精锐第2次拉到徐州前线，他留了荀彧守后方，但真正的问题不是前线打不打得下来，是后方还稳不稳得住。然后消息来了，消息从兖州送到前线，张邈反了，陈宫也反了，他们打开兖州的门，把吕布迎了进来。张邈是曹操最亲近的地方盟友，曹操出征前把家人托付给张邈照顾。陈宫是当初第一个迎接曹操入主兖州的核心人物。出征前有人提醒曹操提防张邈，曹操不以为然。张邈和自己是多年至交，不可能反，但裂缝不是这一天才出现的。出征徐州之前，曹操杀了名士边让，边让在兖州士人圈中声望极高，他的死让陈宫和张邈第一次感到不安。这个人对付不配合他的人，手段没有底线。然后是徐州传回的消息，数十万平民被杀，城镇变成废墟，泗水断流。这些消息一条条传回兖州，陈宫和张邈必须重新评估与曹操合作的风险。最初接纳曹操是因为他能击退黄巾，保住地方，但一个能对数十万平民动手的人，在自己的地盘上会不会也这样？曹操第2次南下，兖州精锐再次被抽空，陈宫看准了这个窗口，说服张邈迎接正在附近流动的吕布。各郡县纷纷响应，整个州几乎全部倒向吕布，只剩鄄城、范县、东阿3座城在荀彧和程昱手中勉强支撑。曹操不得不立刻撤军，不是因为打不下徐州，而是再不回去，连兖州都没有了。把前面的关键事实放到一起，第一，凶手张凯杀人后逃往淮南，现存史料没有留下曹操追捕张凯或向淮南方面索取张凯的记录。2次出兵，方向始终对准徐州。第二，第1次进攻，郯城打不下来，回军途中逐城屠灭，被杀的主要是平民。第2次进攻，仍然所过多所残戮。2次战争的暴力规模远远超出了针对一个凶手或一个失职州牧的报复。第3，最终迫使曹操撤军的不是徐州的抵抗，是兖州的叛变。先补一条正文没有展开的信息，关于曹嵩之死，正文采用的是无书记载，张凯的士兵见财起义，自行截杀。在这个版本中，陶谦是安排护送的一方，张凯的行为超出了他的控制，但裴松之注引释语提供了另一种说法。陶谦密遣数千骑严捕，如果这个版本成立，陶谦就不只是失职，而是主谋。2条记载至今无法确认，关键在于无论哪个版本成立，曹操出兵时都不需要等真相，他需要的是一面旗帜。杀父之仇在东汉伦理中是最高级别的正当性，没有人能公开指责一个为父复仇的人发动战争。复仇是真实的，但复仇解释不了战争的规模和方向。初平4年的曹操刚站稳兖州，四面受敌，需要更多的人口、粮食和纵深来巩固位置。在所有可以扩张的方向中，徐州是当时北方保存最完整的富庶州郡。后汉书记载，陶谦治下百姓殷盛，陶谦年事已高，军事能力有限，看上去是阻力最小的目标。所以更准确的判断是，复仇确实存在，扩张也高度可能。2个动机在曹嵩之死这个节点完全重合，无法证明哪一个是唯一目的，但能明确证明的是，复仇提供了战争的公开理由。他让一个军阀吞并另一个军阀，变成了一个儿子为父报仇。在当时的伦理体系里，这面旗帜几乎无法被反对。
然而，动机之外能被明确证实的历史后果是暴力手段对曹操自身的反噬。屠城在古代战争中有2个常见功能：震慑后续城池，迫其投降；在无法驻守时彻底摧毁城镇价值。在徐州，2个功能全部失效。曲律居临，夏丘被屠的消息传开后，没有一座城选择投降，原因不需要解释，投降也是死。陶谦死守不出，刘备带着几千人从北方赶来，屠城没有瓦解抵抗，反而让每一道城门都关得更紧。徐州本地的豪族势力并不特别忠于陶谦，他们在意的是秩序和自身安全。如果曹操击败陶谦后正常接管，这些人未必会强烈抵抗，但屠城改变了一切，没有人会主动欢迎一个屠城者。曹操用暴力关上了徐州本可以向他打开的门，同时屠过的城镇不再产粮，不再提供人力。曹操2次进攻都因后勤问题无法持续围城，他自己消灭了原本可以支撑前线的资源，而最深的代价在后方。兖州不是曹操的根基之地，他当兖州牧靠的是军功加上陈宫、张邈等本地势力的配合。这些人支持曹操有条件，你有能力保住地方，我们就让你做主。沙边让已经让信任出现裂缝，徐州的屠城消息把裂缝变成了断裂。2次东征又把兖州精锐反复抽空，恰好提供了动手的窗口。这就是这场战争能被明确证明的完整账单。复仇的旗帜飘了2年，东征抽空了后方，暴力催化了叛变。曹操在前线没有拿下徐州，在身后丢掉了兖州。公元194年秋天，曹操从徐州仓促北返，兖州已经不认他了。昨天还是他的城池，今天城头上站的是吕布的人。荀彧守着鄄城，程昱守着范县和东阿，3座孤城在一片叛变的版图上，像3盏还没被吹灭的灯。大军还在路上，前方是自己的家，但家里已经换了主人。那条被尸体堵塞过的泗水终究会重新流动，水能冲走尸体，冲不走的是这场战争留下的名声。